守护和平的边界正在被重新定义。没有血肉之躯，却有狼的野性；没有恐惧软弱，只有绝对忠诚。他们是中国制造的机器狼。在灾难发生的现场，它是踏破死寂的逆行者；在工业农业的第一线，它是永不停歇的好帮手。它是未来战场上的伙伴，更是未来生活中的朋友。它的每一次出击都自带高光。在3月份，我们带着我们的4足机器人天狼 Q25，在杭州市区的最高峰北高峰进行了盲测。这次盲测不是为了炫技，而是验证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更广泛地走进我们的生活。敢实战才叫真本事，为应用而生。我是陈鹏，今天我来开讲了。大家所看到的这款4足机器人，实际上是咱们国家新一代机器狼群的通用平台。为什么它叫做狼，而其他的4足机器人叫做狗呢？是因为狼和狗相比呢，它是一个群居动物，同时呢，它有更充分的野性。那么，机器狼群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性从何而来呢？首先呢，机器狼群会有一个云脑，在云脑的层面对所有的机器人的任务进行分配，同时呢，大家可以看到机器人的上方搭载了很多的通信设备。那么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机器人所感知到的环境和信息能够及时的传给狼群的云脑。那通过云脑的及时处理，再通过这样的通信设备呢，及时把任务又下发给每一条机器人。每一条机器人呢，又可以通过搭载不同的任务载荷来完成不同的任务。狼群之间就能够形成角色的划分，来完成不同的工作。那么有些呢负责探路和侦查，有些呢负责物资的输送和保障，有些呢负责火力的打击以及目标的指引。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这样的机器狼群就能够去类比人类的一个作战小组，通过它的这样的一种狼群作战和协同的方式呢，完成复杂的这种作战任务。我们为什么要做4足机器人呢？因为其实在自然界当中，60%以上的哺乳动物都是采用4条腿进行活动的。4足呢，在所有的这种生物当中，它具备在通行的速度上、通行的稳定性和能耗上比较均衡的一个优势。那么目前我们在生活当中，其实看到的传统的机器人大多是轮式的机器人，但是轮式的机器人呢，不能够完全的适应我们社会的所有场景。一开始选择4足机器人这个事业呢，早期在推动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们遭遇了很多的质疑或者疑问。我们曾经把4足机器人带到一些用户的真实场景当中做过验证，但是呢，在复杂地形的时候，往往是需要用户多人来共同抬着4足机器人穿过这样的一个复杂场景。后来有一些用户其实给早期的4足机器人取了一个类似于“狗爷”这样一个打趣的这样的一个外号。其实我们作为研发人员，听到这样的这一次在北高峰的盲测能取得这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因为我们在盲测之前，对于天狼 Q25平台在今天所在的这个中试场地，它的通过性能进行了充分的一个验证。我们所在的这个中试场地呢，基本上
把所有国家建筑标准里的这种构筑物以及我们常见需要都来到这里，跟我们一起来共同探索机器人能力和可靠性的边界。那大家刚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测试呢，实际上是在测试这个天蓝平台它在泥泞地形上坡攀爬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对于大多数的履带式和轮式机器人来说是比较复杂的一个工况，但是呢，实际上在这样的恶劣环境的出现呢，无论是应急救援还是在其他的指向不变，能完成原有的功能。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侧向稳定性的一个测试。换一边吹。哎，开不动了，没力气。我们是希望它的可靠能够成为我们忠实的伙伴，能够真正替代我们或者陪伴我们完成艰巨的任务。那么，我们接下来到我们的研发实验室去进一步对它进一步了解。首先，这款机器人采用的是全金属结构的机身，也经过了多次多轮的这样的跌落测试和验证，能够确保它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复杂环境，始终能够保持它机身的稳固、不变形和刚度。那么，第二呢，为了应对自然环境当中的水、沙、尘这样的挑战，天蓝机器人的电控机箱以及它的每一个关节，我们都采用了 IP67的防护设计。大家可以看到我左手边这样一个面积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主体。那通过我们把传统的主体更换为这样更大尺寸，以及专门做了这种测试的这样的主体呢，能够确保机器人在沙地上行走更加稳健、更加快速，能够翻越沙丘。在冰雪路面上，天蓝机器人也可以通过更换这样带钉爪的主体，来确保在冰面上能够快速的奔跑，以及做出高动态的动作。那么，针对一些雨雪或者比较湿滑的环境呢，天蓝机器人也专门开发了比较防滑的主体，
这样的主体呢，能够让机器人在雨天，特别是大雨环境下以及水流环境下，能够正常的行走不摔倒。机器人主体材料的研究和探索呢，其实是一个类似于发明电灯泡的过程。我们当时找了很多做鞋底的企业，那帮助我们共同的去快速的找到一些可能性的材料。那这些企业对于机器人穿鞋这件事情也非常感兴趣，甚至有些企业说，如果机器人也需要穿鞋，未来它的市场空间又大了许多，所以他们也非常热衷于配合我们去开发这样的新。并且发送相应的指令。随着机器人性能的持续提升，以及它的成本的不断下降，那未来会有更多的行业。那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说我们在国防领域要应用这款机器人的话，在它的上面可以搭载一些类似于枪械、导弹之类的，包括一些侦察设备的这样的一些上装，让它成为一个士兵。那么我们在公共安全领域，可以在它的上面搭载类似于布控球，让它能够进行治安的巡逻和防控。那么在应急消防领域，那么我们通过携带具备热像这种传感器的上装，能够去寻找火源以及去寻找火场当中的幸存者。那同时可以增加一些气体传感器，去识别火场里的一些这个化学物品，甚至在工业的场景里边也能够去及时的去寻找它的可能的发热点和起火点，以及及时的发现一些气体的泄漏。那么在农业的场景里呢，可以去加装上机械臂，能完成高价值作物采摘，同时也可以加装物流的一些配件，让它能够在山岳、丘陵地区完成作物的转运。那么在林草、在电力等等行业呢，随着应用范围扩大，那我们也通过更加这个丰富的这样的通信手段和网络呢，让它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上去执行这样的一个作业。
我们研发机器人从来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守护和平，更不是为了取代人类，而是为了帮助人类。在过去的多年当中，我们引领了机器人在国防安全和公共安全领域当中的落地应用，但我们认为这仅仅是开始，未来还有更多的探索需要我们去努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断探索，机器人会成为隔绝在我们和危险之间的一道坚固的盾牌，用它的钢筋铁骨真正支撑起我们国泰民安的理想和追求。大家好，这里是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舒东，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大家。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天的嘉宾，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机器狼平台总设计师陈鹏，欢迎陈董事。大家好。一般主持人好，我应该跟嘉宾先握个手，但是他先出来，我有点不敢接近您，真的是这样还行。哎，欢迎您，陈董事，您好，您好，您好啊！也欢迎我们的天狼，机器狼，天狼 Q25。兄弟，今天我们不跟你亲密接触，但是我们能不能看看这个陈董事咋分正反呀？哪个是头啊？它是这样的，它的头尾呢，其实从这个样子来看是一样的。那其实主要是看它的这个肘部啊，肘部是向后的，肘部是向后的。肘部是向后的。对，也就是它弯曲的这个缺口是朝前。这跟那个狼跟动物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对，跟我们人是反着的，咱们这个膝盖是往前的。是的，是的。对，它是啊，所以这个是脑袋。这是脑袋。但是它是一只眼啊，不是，下面还有一只，不对，这一只旁边还有几个。这个是可以模块化更换的这个传感器，需要的情况下，它可以有更多的眼睛，可以更多的眼睛，可以有更多的眼睛，能观看的这种角度啊或者距离。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展示的界面，哇，很灵活，大光角。对，现在瞄准那个穿黑衣服的那个姑娘了，戴眼镜的，别动，就是你。当然，如果我们真要搭载一些这个精准瞄准的平台，可能不光靠这俩眼睛，不光靠它，对吧？对，上面的其他设备。现在咱们看到这些眼镜呢，更多的是服务它自己通行、智能通行的一个需求。那还可以加装激光雷达呀、超声波传感器。那如果要完成更复杂的任务，它的背部这宽管的背部呢，可以搭载更多的感知的这样的传感器了。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啊，这上面有很多的设计的连接孔，对，连接孔，大大小小各种角度的排布的，对，那个粗细啊、宽窄都不一样的，就是您可以按照您的需求来定制化这个模块。是的，今年我们针对天蓝的会为了打开更广阔的应用场景，我们会去从更快、更高、更耐热、更耐寒、更远距离等等角度去突破它的极限。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的联系咱们国家在极地的科考队，我们也希望天蓝它的低温版本能够去服务咱们的这个极地科考队，到南极洲，对，去测试，对，一起期待，真不错，真不错。既然您来了，咱这个狼也来了，您能不能先给我们现场展示一下？这个机器人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会有哪些机动的特点啊？首先呢，它除了这种正常的这种前进和后退的这种运动方式以外呢，它其实可以做出像这种S 型或者J 字形的这样的战术步态。那么从它的能力上来讲呢，相比于传统的机器人，它首先是有一个全向机动，那第二个呢是有一个快速跨层能力，它上楼梯特别快，能快到什么程度？上一层楼大概快的话15秒左右，那已经很不错了，非常快啊。更重要的是它的意志上，它的第一层到第100层，它始终保持这个速度，就不会累，不会累，对吧？它是机器，是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去攀爬那个什么电视塔什么的，是的，这个您可能前面比它快，是后程你就追不上它了。如果是负重的情况下，前面可能也是它更快啊。
背几个大书包，装点什么重物，背救援物资，背那个灭火的水袋，有可能还是大块。大概能负重多少啊？它的这种负载呢，我们有2个定义，一个是平地上的负载，那么它可以正常一个成年人骑着走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对于它的期望也比较高，希望它能够翻山越岭，希望它能上山下海，那这个时候呢，因为重心的原因，我们会限制它的负载，一般在30千克左右，因为咱们一个成年男性身体素质较好的，如果要长距离去背负的话，它的能力一般在25公斤，那其实它比咱们正常的这个体质比较好的成年男性已经要多出一部分。我能简单的操作一下吗？非常简单，其实很简单。哎，这个就是向前进，对，这个就是横着走，横着走，对，这个就是左右转弯，哎，非常简单。就别太往前了，对，这边我也算体验了一把机器狼，可以，谢谢您，谢谢大家。好，你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啊，对，哎，好，站这儿不错。请坐。好玩。我们这个团队呢，最早组建于2019年。那当时呢，其实是在中国兵器自动化研究所，位于咱们国家的科技城绵阳组建的。因为其他类型的武器装备，大家看到以后啊，它能解决空旷地域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但是真正到了城市，到了复杂的山岳丘陵地区，其实一直没有一个能够代替人的，或者能够帮助人去完成复杂任务的平台，要就特别的灵活机动。是的，对，所以我们当时呢就想，这是我们特别好的一个方向。我们当时就在19年选择了做这项事业。那后来到了2021年的时候，当时。大家认为我们做这样一个创新型的这样的一个业务，或者创新型的这样的研发，那我们有一个我们的理念一直在坚持的，叫做为应用而生，就是我们希望机器人它不单是简单的提供情绪价值，而是真正走入站位、走入工位，去发挥它的功能价值。其实我特别希望的是机器人能够守护人，能够帮助人。希望机器人这种科技掌握在真正的文明手中。所以我们说，现在看到很多的这种具身机器人，它的发展能给我们带来多少真正的便利和帮助？是，这个才是我们主攻发展的方向。我可以给大家讲述一些我的经历。您说。就有一年呢，我带队去到了咱们一个基层的连队，他们要负责去把障碍物进行快速清理，把这个雷区或者雷场快速恢复成车辆和人员可以通行的区域，扫雷。对，那么我跟他们的基层战士交流下来，他们可用的工具以及给到他们执行任务的时间窗口期非常非常短暂。就看着一群20多岁的年轻人讨论他的使命的时候，感觉到那种生命的这种不确定，当时是对我的震撼是很大的，很大的。那还有一次呢，我们和警犬在一起执行任务。当时呢，在咱们国家这个三峡大坝区要去巡逻，那么当时气温非常高，这个因为都是水泥的这样的构筑物气温非常高，去短时间执行任务之后呢，要马上给它去休息，然后接下来再去完成任务，其实造成了很大的一个窗口期。警犬就有点情绪不太稳定，发脾气了。那但是机器人呢，它可以克服掉环境的不适以及情绪的问题它只要有电，它就可以一直朝着它的目标去完成。通过一次这种和在危险中工作的这样的年轻人的对话，通过和活体的这样的动物这样的一个对比，后来又让我们更坚定机器人这项事业应该坚定走下去。没错，这也是我们未来科技发展的一个方向。但是刚才在短片中我们也注意到了，陈董事提到我们定义是机器狼，而不是大家想象的机器狗重要的是在于它是那种协同作战。但是大家也会提到这样的问题，您来控制一只问题不大，它如果形成一个团队的规模，我们怎么来控制？
在机器人这个行业当中，或者人工智能领域当中非常困难的，或者说非常高阶的一个问题。因为真正群体智能的实现，它是有很多底层的智能来共同支撑的。那么包括机器人本身它单体的一个运动智能。那第二个呢，它需要有足够强的交互智能，以及它和头狼之间是什么一个关系。其实在机器狼群当中，头狼并不是一个具象的存在，它是一个云脑上的一个智能体，它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方式，那也避免了在头狼出现问题的时候，整个狼群的控制就崩溃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它的通行智能。现在在四足机器人领域呢，所有的团队都在竭尽全力去解决它自主通行的问题，它怎么能够把它看到的和它的动作结合起来，迈过很宽的沟，跃上很高的坎，能够避让路人，不发生相撞，这些就是它的通行智能。那通过这些所有这种底层的智能，要去共同支撑起它的群体智能，这个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呢，我们已经起步了，也形成了一些初步的能力，包括一群狼，比如说按照一个编队，或者一个任务划分的方式开始高效的执行了。那可能是 A 这个狼发现了一个信息，由 B 或者 C 这个狼，他们两个狼去处理，也有可能 A 发现了一个狼和 B 这个狼共同的去协同解决一个问题。那么现在都是我们在逐步攻克的去应用的一些点。那其实这条路呢还非常漫长，难度更大很多。未来狼群、无人机机群会更深度的融合。未来狼群和人形机器人的人群也会更加的融合。那未来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活动形式，无论是在国防还是在我们的生活场景和生产场景当中，会更加多元化。刚才大家看您的这个演讲短片的时候，写了各种各样的小纸条，有些刚才你已经回答了，我们再筛选一些啊。好，两个朋友都提到了这个话题，以后我们普通人有没有机会拥有这样的机器人？包括问到，目前价格和售后维护对于我们来讲是否现实？特别好的一个问题啊。首先，机器人一定会走向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机器人无论是从价格还是它的服务的这种保障的体系来看，对于这一天的到来已经在做快速的准备了。我们目前缺乏一些数据，真实场景的数据，来让能够服务于我们生活的机器人，它的操作智能，它的交互智能能够更强大，能够真正帮我们叠衣服、做饭、打扫卫生，真正解决我们在生活当中的这些痛点。那么这也需要大家有足够的包容，他在试错的过程当中给予他一些机会。那么为了加快这个过程，其实无论是在模型上，还是在算力上，还是在数据采集上，我整个行业都做了很多的布局。我每一年都无法预测年底我们这个行业能够发展到具体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有太多的资源、太多的人才在向这个行业进驻，它的发展速度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那么未来关于机器人的这个价格呢，有可能不需要大家去一次性支付。那比如说我们一个月几千块钱，就可以租赁到一个机器人，遇到问题随时更换。你觉得他的性格脾气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你觉得他的皮肤不合适，随时给你换一套。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情，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也来问问啊，刚才这个问题有2个观众在写这个小纸条，是谁？后面那个女孩啊，你也提你的设想，如果真的未来她进入你的家庭、你的生活，你期望她能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我家里有病重的患者，就是每次在进行医疗服务或者是进行一些常规清洗的时候，都需要2个人去帮忙去搬，或者是去助力去进行一些日常的操作行为。就是我想说，机器人它除了能够搬东西，能不能就是它会变得更加有温度，可以就是帮助病患或者帮助不便的老人，进行一些家里基本的平时我们轻而易举能做到的一些动作。
这里边其实有一些点我也观察到了，就是我有一次去养老院的时候啊，其实观察到护工在给老人喂饭的时候啊，特别着急，有可能老人前一口饭还没有吞咽下去，还没有咀嚼完，他要被迫去接受第2口饭。对。但是护工呢，因为他一个人要看护很多老人，他也很着急。对。但是我觉得这种场景就应该有机器人来服务，让他有足够的耐心、足够的体力，不睡觉只充电，把咱们家里的老人也好、病患也好，能够好好看护起来。包括要转运咱们这种病患和老人，其实这个对于机器人来说，更多是要进行一些安全性的验证。没错。从技术的角度来说，它并不难。更多的是我们的标准、伦理以及安全体系的建设。今天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对机器狼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就请大家现场向陈董事提问。陈芳老师好，石龙老师好，我是一名军事爱好者，我其实经常喜欢看一些军事题材作品，比如说《亮剑》，比如说《士兵突击》，他们里边经常提到一些，比如说军人的血性和狼性，还有亮剑精神，这些其实都是靠军人的血肉之躯，还有钢铁意志去拼、去赢、去战的。这个无人装备的出现，其实是作用就是替代我们的人在一些危险场景上去做一些危险的事儿。那么在您看来，这个无人装备在更多地方的战场上以后，它会不会削弱我们军人的狼性血性，还有削弱我们的亮剑精神？谢谢。这个问题也特别有深度。那请坐，来。因为我自己曾经当过兵、服过役，那我觉得啊，军魂是不会变的，这是第一点。对于一支军队来说啊，他所掌握的武器和装备，只是去放大他的意志和他的勇敢。曾经，咱们说，比起对手，我们更多的是意志，对手更多的是钢铁。那么现在我们一手是钢铁，一手是意志，那其实是我们自己更强大了。我们自己在树立我们自己的文化的时候，也和您刚才说到的几个点特别契合。我们自己的文化是16个字：勇于亮剑，力出一孔，战之必胜，攻荣与共。谢谢陈老师。你接着说，小伙子。我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那么未来 AI 越来越升级，这个自主性越来越强，那么它会不会接入一些人性的代码？因为我们人有爱，但是也有攻击性。我们追求和平，但是也会引发战争。就是如果未来有一款机器真的会应用到实战中，您作为他们的代码编写者，您会给它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人性呢？谢谢。好，谢谢。这好尖锐啊，这个问题特别深刻的一个问题，因为可能同学想到过机器人有3大定律。那第一条定律呢是不能伤害人类。其实这回到我们做机器人的初心，其实本身是为了服务和陪伴和守护人类的。那只是科技要掌握在高度文明手中，而这种高度文明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去设计和守护。AI 其实就像一个孩子，现在只是一个几岁的孩子。那未来这个孩子他的意识形态、他的性格，其实取决于我们给他看到什么样的世界，也就是我们对于网络环境、对于它的所有的数据的管控或者净化，其实是需要一直去重视的。它的价值观、它的世界观，它是在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素材当中形成的。先取决于人，等到未来的发展，我们还有更多可探讨的空间。谢谢，谢谢，谢谢这个小伙子。刚才我们是男孩啊，军事迷说的可能比较硬核一点，我们再来请另一位观众。然后我想提一个比较轻松的问题吧，就是我刚刚看到，机器狼在行进的过程中非常的威猛，然后在趴着休息的时候又有点可爱，挺有反差萌的，但是现在有一种机器人，它是追求跟人长得越来越像，然后呢，可能会让人有一点点害怕，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您觉得未来，这种仿生机器人会更加流行呢，还是就是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就是不是自然物种，但是专为功能设计的这种机器人会更流行呢？
未来机器人的形态，是怎么畅想的？谢谢，请坐，姑娘。好，好，可能会有一个过程，在不同的阶段表现出来会不一样的感觉。那在当前，可能不同场景、不同行业的机器人会有更多的专有的特点，能够有更高的效率、更高的成功率。那么它不一定要完全和人一模一样，比如说现在一些复杂的操作，它也许不用下肢，或者下肢用人事平台，对，就可以解决。那么它从成本上、从可靠性上，它更容易接近我们想要达到的水平。那么纯人形机器人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它可以跟我坐同一辆车，甚至它可以帮我开车，它可以跟我用相同的工具，它可以跟着我去我要去的任何的地方。这个是长得和人一样的机器人它具备的与生俱来的泛化能力。那在一种结构上、构型上的泛化能力，再加上人工智能带来的大脑的这样的泛化能力，那么它就成为了一种可以面向很多种任务、很多种环境的这样的一个通用机器人。那么它有它的优势。那么这样的机器人是不是每一个都要有皮肤，每一个都要有咱们一样的这样的脸庞呢？倒也不一定，因为毕竟人类是自然界的杰作，咱们脸部的肌肉群是很复杂的。很复杂的，我们要在工程上或者在产品上实现这样的目标，其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那么也可以在我们的技术能力足够发达之前，去避免恐怖谷的效应。在我们能够跨越的之后，我们再去跨越这个恐怖谷。在之前呢，我们可以让它威猛一些，也可以让它呆萌一些，都是可以的。甚至可能将来皮肤色彩、表情、声音、性格都是可以根据大家的需要去定制的。那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点足式的一个四足的构型，那么其实它可以变成轮足式的四足的构型，那么也可以在它的侧面再增加更多的这样的肢腿模组，甚至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过，可以滑雪，可以滑冰，可以完成更复杂的这样的动作，这都是可以的。那么四足机器人只是它在速度、平衡性以及能耗上，它是一个最优解，所以四足机器人它的占有率比较高。所以未来在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说机器狼啊，它还可能拓展出去，甚至我们可以在上面再加上一些腿儿，或者叫手。您说太对了，因为有的时候在一些生活场景中，大家会恨我怎么没多生2只手，我这个人给这边拿着笔，这个拿个什么东西，忙不过来了。但是未来有可能啊，完全有可能，对吧？所以我们是不是到时候命名就可能会变化了？是的，比如说就不叫机器狼了，叫机器哪吒。那我们在做的人形机器人，完全人类构型的机器人叫做大圣。那它在什么样的场景来发挥它大圣般的功用呢？考虑目前在复杂环境里边，机器人的智能还不能完全自主的去工作，那要运用好这样的人形机器人，其实是需要遥操作技术来帮忙的。那通过它的一部分的自主能力和遥操作技术的能力的共同的共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环太平洋》或者《阿凡达》，通过外骨骼，能够把我们的动作捕捉下来，转化为指令给到人形机器人，让人形机器人完成相应的同样的一个动作。那么其实我们在远方或者在危险的场景里边，我就多了一个替身。那么这样的一个成果，我相信大家在今年下半年就会看到越来越多，就能够让这样的机器人在危险的、不健康的、偏远的或者很枯燥的这样的环境当中去帮助人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像这样的这个应用，在我们这个医疗领域已经实现了一部分了。我们现在有医疗的这种机器人的接口，就是我们的医生在操作一些这种电子的模块，是的，然后那个伸进去我们病人的身体中来进行一些精密的外科手术。然后很多医生朋友会跟我说，他的胳膊比我的胳膊好用多了，因为我们的手它的这个灵活性是有限的，而且它旋转和扭转的角度也是有限的。可是我们的机器人的手臂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限制，是确实是这样的，真的是还可以继续大开脑洞。谢谢，谢谢。好，谢谢。我们还有一位
女同学来提出你的问题。主持人好，陈老师好。我是清华大学城乡规划系的一名博士生。然后在我们现在这个存量更新的时代，就是我们的城市空间已经建设的比较满了。然后刚才在您的分享中呢，我也听到就是您的团队一直在做一些技术上面的突破。同时呢，我在想这个机器狼它本身是作为一个产品出现的，但它同时，如果它进入到我们城市生活中，它其实也是一个空间的使用者。这个机器狼它要进一些老旧小区或者胡同，它很窄，然后您会觉得这个空间哪里在心里默默吐槽过？其实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未来这种点足或者轮足式的机器人，在物流的时候，在巡逻的时候，它到底应该走机动车道还是非机动车道？这个问题呢，我现在还没有答案。但是我觉得大概率应该还是跟人走一样的通道吧，应该走人行道。因为毕竟它的整个身体结构和尺寸是接近人或者人的宠物的。对。那只是现在呢，如果我们要把它大规模用在城市服务和治理当中呢，会有一些问题。首先呢，它的通行能力不需要去改造目前的道路、台阶、坡道，但是呢，能不能更高效、更安全？是不是我们的小区门、电梯门或者防火门要留一个狗洞给他们？狼洞方便他们能够快速的通过。因为未来随着机器人的增加，它不但是空间的使用者，而可能成为很重要的和人类一样重要的这样的空间的使用者。那么将来他在城市服务的时候、家庭服务的时候，怎么能够更方便、更快捷？包括呢，现在其实，比如说咱们电瓶车是不能进到电梯里的。对。那么其实机器人身上也有很大块的电池。那有什么样的规范或者什么样的安全要求来解决机器人坐电梯的问题？咱们的法规和规划一定是落后于技术进步的。这个需要您这样的从业者去在及时洞察这些问题，去超前的去设立一些可能引导的政策。一方面呢，能够帮助他更快的适应咱们这样城市的环境；一方面呢，又能够不去降低咱们正常的生活的安全性。谢谢老师，听完您的讲解，我现在非常的期待它进入我们的城市生活。未来是一个特别大的课题。其实你应该有更大的压力，因为你是一个城市环境规划的这样一个学生，未来也许这方面的这种适应它的一个改造，就在你们的这个工作当中来体现。感觉您说的非常对，我们就是后面也会更多的关注这方面的问题。我深感到作为一个规划的从业者，我们重任在肩。好，谢谢这个姑娘，谢谢。哎呀，所以今天我们跟陈董师聊了很多关于机器狼哈，就发现我们提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在人家的设想和规划当中，而我们未来所畅想的更多的场景，其实也是给他们提供了更多好的思路，也一定会帮助他们对于产品进行新一代的迭代更新，有了更好的一种发展的方向。是的，坦诚的说，机器狼的研发过程很艰苦，过程当中也有很多小伙伴因为艰苦，因为艰辛选择放弃或者离开，但有更多热爱机器狼的这样的团队成员不断的加入进来。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相信，所以看见，就是我们相信机器人能够成为我们社会当中的一份子，能够去守护人类，所以我们愿意把我们接下来的余生的时光和精力去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我们也相信咱们国家有这么好的工业基础，这么多的人才，这么广阔的应用场景，中国的机器人在全球的这种产业化格局的竞争当中，一定会独占鳌头。陈董事刚才这段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我觉得掷地有声。谢谢大家，谢谢今天陈董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开讲，也谢谢我们这只可爱的小狼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啊。当然你不会写字哈，我知道，所以最后我们请陈董事把您的名字签在我们的题板上。赶实战才叫真本事。站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想要自己的路自己走，不给平凡生活个借口，只要给我
谢谢您，谢谢大家。好，观众朋友们，谢谢大家收看我们这一期的开讲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渴望不是沉默的颜色，就让这一次决心。